我妈妈叫高小娟，这是她拍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你笑起来跟你妈妈一样。小时候我最黏我妈妈了，她在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小时候家里穷，但不管多穷，她都会攒钱给我买糖。冬天家里没暖气，她就会用身体把被窝捂热，把我的手脚放到她肚子上。她在的时候，我没有挨过袁勇的一顿打。他总是会用身体把我护住，然后顶着一身伤跟我说：“妈妈不疼。”他真的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要是他还在就好了。山青，一切都过去了。妈妈肯定也希望我们好好的生活下去。他一定是这么希望的。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我看电视里不是都能去看吗？隔着玻璃，可以打电话啊。你有没有点常识啊？现在人在看守所，看守所不让见人，得判了刑进了监狱才能探视。雅雅，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就是跟李四解释一下，山青他就是跟坏人争斗，不会坐牢的。对呀，现在法律多严明呀，警察肯定会查清楚的，不会冤枉好人的。我哥之前打工的时候有一个老板也进去过，后来查清楚了就放出来了。放心吧，没事的。现在只有律师才能见。我爸去找律师了，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哎呀，就别想那些没发生的事儿了，山青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幸好小子还小，啥也不知道。那他长大了知道这些事儿，得多难过呀！他怎么面对啊？山青说了，不让小紫知道。那除非离开油田。不管怎样，我希望这些事情小紫永远都不知道。现场找到这把刀上啊，经过痕迹检验，有3个人的指纹，
分别是袁勇、袁山青跟程牙牙的。地上的血迹呢，经省厅的刑侦总队 DNA 室对比，分别是袁勇跟程牙牙的。袁勇呢，一共中了5刀，左肩、背部1刀，左上腹1刀，胸口3刀。根据袁山青的供词，他先是从背后捅了袁勇1刀，经法医检验，这刀没有伤到脏器，左上腹这一刀才是致命伤，因为导致了脾脏破裂。但他当时正被袁勇掐住了脖子，完全是下意识的反抗，我认为是属于正当防卫性质的。但是他后面那3刀啊，是袁勇已经被程牙牙勒住了，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袁山青上来补的3刀。那也是在袁勇的威胁刺激下，袁山青才情绪失控的。这样啊，咱们先不考虑这个情绪的因素，按照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讲，袁山青既有杀人动机，又有实施杀人的行为，还造成了袁勇的死亡后果，就可以认定为有故意杀人嫌疑。王大，你看啊，从尸检报告来看，致死的原因是捅刺造成的脾脏破裂，是袁山青在反抗过程中的第2刀造成的。之后呢，他情绪失控的那3刀全部捅在了胸骨上面。也就是说，即使袁山青没有捅这3刀，最后袁勇的死也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你们觉得呢？那就依然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啊。行啊，最终的定性啊，还是得看检察院给我们的核查结果。咱们也别有什么倾向性，我相信法律一定会给袁山青一个公正客观的结果。行，散会吧。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彭辉啊，你出这么大事还瞒我干啥呀？不是，我是想着这事跟你说吧，你也就是干闹心，你也没办法。这什么情况？你别看我没事呀。现在是这样哈，牙牙呢，虽说受伤了，没什么大问题，养着就行了。但是袁山青那孩子让警察给带走了，为啥呀？涉嫌故意杀人。你这不扯淡呢吗？那多好的孩子，这还故意杀人，再说他杀的不是袁勇吗？啊，那应该是替天行道啊，那个。不，法律上怎么界定，咱们说了不算。对，最重要的是现在孩子还在看守所呢，谁都不让见呀。看守所。哎呀，我有一朋友是个特别好的律师，我找他帮忙。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给你倒口水啊。嗯。你放点茶，嘴里没味儿。哎。哎，金律师啊，你好，我是那个油田的大海啊。啥大海？李大海，2厂的。睡了。哎，咱们这2天给孩子买张小床吧，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怕压你。行。这好像又回到苗苗、牙牙小时候了。妈，小紫有没有跟我睡呀？我把我下面那个床支一下。你晚上一沾枕头你就着，叫都叫不醒。这孩子要是要撒尿或者什么的怎么办啊？你以为小孩那么好带？你呀，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啊，白天得上课呢。就是。带什么孩子？爸，袁山青真的会坐牢吗？咱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袁山青的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咱左右不了。那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坐牢，对吧？呀，别跟他说这些了，那回头让牙牙听到了。我
知道，我就过来悄悄问一下。要是袁山清真坐牢了，你们同意让小紫留在这儿吗？你说，这事儿，这事儿不能变。那山青临走的时候，我都答应孩子了。我这么大人，不能跟孩子一样，这说话不算话吧？是不是？反正是山青要是有事儿，小紫就在咱们家养。妈，你真是大好人。啥好人不好人的，妈就是个平头百姓。这事儿遇不到也就算了，遇到了我也不能推开，孩子也没错。知道那个你跟牙牙啊都特别关心这个事儿，我跟你妈呢早就商量好了。妈妈刚才那话对，千错万错啊，小紫她都没错，她不应该承担这些。当然咱们说好了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咱都不能让小紫知道，咱们要让小紫在咱们家呀好好的成长。哎呀，我跟牙牙可真幸福，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好的爸妈呢？妈啊，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说你不好了，你就是天使，大天使。妈数落你的时候就是魔鬼了，真是。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咱把小紫照顾好了，雅雅心里能好受点。明年这个时候，这个横幅就是挂给我们的了。这么算起来，咱们是不是倒计时也就300来天？挂这玩意儿干嘛呀？晦气！同学，不好意思，我用下凳子，谢谢。哎，这是挂给人家高三的，你扯干什么呀？我就不信哪高三的看这玩意儿能高兴，本身压力就大，还挂这玩意儿，烦人。李四，哎，这事儿可不是一个小事儿，也不是偶然，这就是你们班一直以来非常散漫、不积极进取造成的。你们这个班啊，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错，最痛心的一届。哎，别的班也就1颗老鼠屎，就你们班这手得有1锅老鼠屎。李四，你告诉我，你为啥扯人高三条幅？我觉得那不吉利。咋的？不吉利？咋不吉利了？你站起来告诉大家。我觉得那玩意儿不是计算什么时候高考的，那就算我们什么时候要分开的。不是谁还能一辈子陪着你呀？啊，就算你爸妈结婚一辈子，还能一直带着你啊？那怎么不能一直带着我呀？你不长大呀？你都18了，还想着好吃懒做、吃喝玩乐呢？你们都以为二中能一直护着你们，爸妈能一直养着你们，是吧？理想呢，抱负呢？少年志在四方，眼瞅着你们都高考啊，再有1年你就得上人生中的第1个战场了。高考那是啥呀？啊，那是人生的分水岭，时间紧，任务重。你们现在再没规划，那就得打败仗了。我有规划。你的规划不重要，你坐下。我看人朱超早就心领神会了。来，班长站起来，大声的告诉大家，你想考什么大学？我妈说了，是个大学就行。坐下。来，魏雪起来跟大家说说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爸说会计型儿，拿了这就是铁饭碗。哎，对，听着了吗？坐。胡秀敏说说呢，你的目标？我要去找我哥。你哥开大学了？我哥上大学就在深圳，我到时候就报考我哥大学。如果我分数不够，我就随便在深圳找一所大学。我目标很明确。那你就把你的目标再明确一点，明白不？你不能给自己留退路，别整那退而求其次的事儿。你既然都有目标了，你就卯着劲儿的往上使，明白不？嗯，坐。苗苗，你这个有100个理想的人，告诉我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当演员，我要考电影学院。我也是。你知道人电影学院干啥的吗？
在北京演电影的啊。这是又没带钥匙啊！哎呀，你们真是不把我这腿当回事了啊！我也看出来了，以后能不能记得带钥匙啊？哎，等一下啊！哎呀，来吧！哎呦，爸，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您不也没告诉我吗？我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再说了，这不是考研吗？不想让你折腾，多费钱。您都坐上轮椅了，还叫不是大事儿呢？爸，你是不是觉得都不告诉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啊？最近往家里打电话，我就觉得奇怪，然后我就打到你单位去了。果然，你是还把我当小孩呢，还是在你眼里，我已经是个外人了？你看你这话说的，谁把你当外人了？那我跟你说了有用吗？你是大夫啊？我不是大夫，我是您儿子。您和月姨口口声声说咱是一家人，结果这个家出了事，瞒的第一个就是我，这像是一家人吗？还有，月姨过年的时候和我说那句话，她都忘了吗？我问了那么多次，家里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事了？她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事儿不能怪你月姨，是我不让她说的。正好，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我跟你月姨已经离婚了，受伤之前离的。哥。回来了。啊。哎，上这个学校能演电影吗？能呀，他不光能演电影，他还能演小品。我主要就是奔着演小品去的。你要是演小品的话，那应该属于戏剧的范畴，你应该进剧团。进哪儿都没戏。你以为这是咱厂内汇报演出啊？我看你就顶多演个磕头机。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人是吧？演小品咋了？演小品不是事业吗？哎，你看啊，任何事情做好了都可以成为事业，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知道吗？但是呢，这个演小品听着还是不太靠谱。怎么不靠谱啊？我觉得电视上演小品那些人都长得挺一般的，你又不是选美大赛。妈，咱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再说了，我长得一般吗？不一般吧？不一般，这跟长相没关系。你说你要在咱厂演个小品，那行。你现在想上电影学院，你知道电影学院在哪儿吗？我知道，在北京。我上次跟乔小娃去参加作文比赛，我都打听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就要考这个。你这一竿子你就知道北京去了，有出息呀，苗苗！你要是早有这抱负，我就早省心了，是吧？年轻人就得有这么雄心壮志，是不是？妈支持你去北京，去电影学院。你要是去北京了，哎，那咱们一家子都跟着去吧，啊？好啊！哎，你什么呀你？你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绊住了你北上的脚步吗？是，我是没成全你。现在我闺女挑起了这杆大梁啊，是不是？哎，是我挑。雅，啊，你明年你也往北京考吧？
啊，让小紫也去北京上学，对吧？受教育，那他离北大清华这不就近了吗？妈，你先冷静一下。哎，这北京的学校学费是不是挺贵的？贵不怕，贵不怕，我跟你爸，我们俩人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就放心大胆的上。妈，我真没想到你是第一个支持我，啊，不是第二个，李四是第一个。我跟李四都说好了，我们俩一起去。一起去，你有个伴儿，他在你身边，我还放心呢。行，这事儿就定了。小北，来。你们俩就给定了？学校是你俩开的？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俩在这说啥风凉话呀？这难得苗苗这么有理想一次，是不是？那咱不支持谁支持啊？就按着这个目标来啊！事在人为，别人行的咱怎么就不行？行不行的都得行。对，闺女，你多吃点肉，好是吧？这有营养，那学习才能上劲儿。好，妈。来，妈，我说半天你听明白了？哎呀，牛经理，你认真点，认真点！我说半天了。啊，一会儿再说行吗？妈妈的账都算错了啊，一会儿再说。妈，你的破饭馆重要还是我前途重要啊？你怎么连个大王都分不清呢？哟，你还当大王了？要不妈妈跪着跟你说。哎，那倒不用，你就认真听，听完呢，你支持我就好了。是这样，为什么要考电影学院呢？哎，你爸回来了，要不这样，你跟你爸说啊。妈，你咋哎说就行？大海，你儿子想考电影学院。搞什么基建？考电影学院就是拍电影的那种，当明星。李四啊，李四，来，李四，来，李四把门开开来，来看看我跟你聊聊电影学院的事来。隔着门说也行。我劝你啊，别考电影学院啊，因为你身高不够。我身高够，你考了就不够了。怎么就不够了呢？因为我会把你腿打折。你俩怎么又闹上了呢？啊！哎，李四，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你啥样了你啊？啊，6岁还穿开裆裤呢，8岁还尿床呢，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你？你到现在穿袜子你都不分反正面，你还考电影学院，你咋不开火箭呢？你咋不当联合国秘书长呢？你非让我当，我也没意见的。哎呀，行了，大海。哎呀，大海，你给我备个钥匙，你他每次什么钥匙？这不商量儿子考大学的事儿吗？这正事儿。考什么大学？他考大学，那年年倒数第一，考大学。我告诉你，李四，我今天最后跟你说一遍啊，什么电影学院的什么，你就别给我想了，听到没有啊？毕业以后就上山给我采油去，只有这一条道，谁说也不好使。我不采油，凭啥采油啊？凭我是你爹，凭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啥时候养我了？都快住井上了，你管过我吗？啊，我生病发烧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打我，就知道揍我，有事没事就揍我，怎么呀？锻炼身体呢你？哎，你再说一遍来。李大海，我告诉你，你爱采油，我不爱。我已经快18了，人各有志，我们选择自己的人生权利。好，打我是吧？你打死我！你看我能不能？哎，你干啥呀，儿子？这段时间你爸身体不好，胃疼你不知道啊？他胃疼也是喝酒喝的，跟我没关系。你别进那屋，我家不要你了。滚！敢回来推给你大车！正好你俩都在，我跟老杨离婚这事儿，也得给你们俩一个交代。涛，你过年回来的时候，在路上跟姨说的那些话，真是扎在我心里边去了。我就在想呀，我这每天斤斤计较的，计较这个计较那个，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我是最苦的。但实际上，最苦的是你们俩。当然了，作为夫妻，我们一样失败。后来我们俩喝了顿酒，啊，把过往的事儿说了说，把心里很多没说出来的话也掏了掏，最后共同决定离婚。
这离婚、结婚是你们夫妻俩的事儿，这我理解。我也理解。但是月姨，您跟我爸都离婚了，你也就没有义务再照顾我爸了。我爸还有我这个儿子，以后……涛涛，难道我们离婚了，就是陌生人了吗？咱们在一起生活了10好几年了，那感情说没就没了？你爸这伤怎么来的呀？那是工作中抢险受的伤。即便不是这样，就算是老杨出去跟别人打架了，把腿弄伤了，那我也是得管的。但是月姨，涛，你一直都在外边，这个油田你肯定是不会回来了，对吧？小敏呢，明年就要上大学了，一心想着要出去，肯定也不会回来了。我跟你爸的生活呢，就让我们自己过吧。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是亲人。这个地方永远都是咱们的家，永远不会变。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复婚啊？我们没打算复婚。对。不是，那我们俩不适合做夫妻。我们是亲人。行了，别担心了啊。放心吧，我不会拖累这个家的。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个腿啊，以后就站不起来了？就即便站不起来了，我还有手呢。你别忘了，你爸我是干什么的？工程师啊，我有这个呀，啊，我能养活这个家。听见没有？看你爸多有骨气啊！放心吧，都会越来越好的。这儿永远都是咱们的家，记住了。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吃饭。吃饭，快。好。你咋自己在这喝呢？哎呀，这人生苦短，悲欢离合呀。这受啥刺激了？倒也不是刺激，是疾苦。这人最大的疾苦啊，都在20到40岁之间。你小舅我这会儿啊，正处在这疾苦的最高峰。你现在最大的疾苦不就是没老婆吗？哎，你说这小芳哈，我俩相处了那么长时间，我对她那么好，她就没看出一点端倪？啥端倪？就是，她就没想着要跟我处对象？你跟人说你要处对象了吗？那都没有明确的说。那你个大男人想跟人搞对象，你还等人女孩自己开口啊？不是，那还得说出来啊。当然得说了，而且要正式的说，大大方方的说。你还情场高手呢，啥也不是。哎，喝点热水。来来来，哎呀，慢点，烫。心疼啊！小崽子刚跟我动手了，这别扒啊，是里程碑式的教训。哎呀，丽子这多不吉利！你这胃疼都是喝酒喝的，还他跟你动手？你儿子没讲2句话，是你先动手的，你怎么年纪越大越不讲道理呢？这他老子跟儿子讲道理啊？那啥道理啊？那是你爹跟你讲道理啊？我告诉你，儿子就随你。你看他说那个混蛋话，啊，就不采油，没有油井能有他呀？没有油井，我们油田人都喝西北风去。那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不能忘本。不采油就是忘本啊！啊，你让孩子去上学
学的知识就是为了采油啊？那咱油田也不光只是采油工啊，那形势不一样了。你没看见吗？现在都油田敞开大门去招外边的大学生了，为了什么？就是引进人才。你说你作为领导，你得与时俱进，你知道吗？你这是看报了，别说了，胃疼。你这胃病得治啊！难受。我给你约了个胃肠镜，你必须去检查。啥时候啊？后天。后天。啊，后天不行，后天是咱们单位大检查，领导都来，我不去不行啊。那领导重要还是你命重要？下周呢？就得这周，北京的专家来了，钱我都给你交了。专家呀？哦，那专家倒是可以请假了。你跟那专家说说能不能跨个科呀？往这心脏这边走一走，我这太难受了，这孩子气的。憋的。我速效来了。你们俩天天吵什么呢？啊，他是你儿子，你让着点他不行啊！来来。来了。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干啥呢？我这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够了，够了，这些够了。不够，我必须约。怎么这么多人也不吱个声？你也不让我说话呀！我那个，开会呢哈，这么晚还挺忙哈。不忙，不忙，不忙。那什么，我表白完了，我说完了呢。那个你们忙啊，你们忙，不用送了，不用送。哎。这事儿整的。贾宝山，不是，你开你会，我没啥啊。会啥时候不能开呀？你要跟我说啥呀？啊？说啥呀？你不是要跟我表白吗？啊，是。表完了？没呢。那赶紧的啊，重新表。不是，在这儿啊，这环境有点太仓促了吧？你表不表啊？上面等我开会呢，你不表我走了。哎，别，表。啊，我如果爱你，我如果啊，不是，不是，不是爱你，不是爱我，哎，不是，也不是如果，是爱你。啥没听清？我爱你，哎，我大点声。我爱你 ，I love you。哎呀，你这，哎呀，儿子，爹，好了，儿子，今天咱俩起的那个冲动啊，我觉得各有不是，就既往不咎了。这是要干啥呀？不是爸要干啥，是爸想让你帮爸干点啥。干啥？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总是肠胃不舒服啊？
儿还疼，甚至有些时候憋不住。儿子，你还小，其实有一句俗话叫“十难九治”，啊，不是志气的志，是痔疮的痔。你大早上吃这么多，你没吃饭啊？吃了。你直肠子啊，整天拉肚子。我明天做检查，晚上不能吃饭。我这不白天得多吃点吗？那咋了？天天检查？肠胃镜。哎呀，你说了你也不懂。我怎么不懂？就是检查肠子嘛。好好的，为什么要检查肠子？他成天拉肚子，耽误多少事儿，早该检查了。你少吃点那些刺激胃的东西。哎呀，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是我妈给我爸整个肠胃镜检查，我爸回不来，让我去，这不是没病找病吗？哟，你就吃这些，你还得拉肚子。我饿呀。医生，这不都已经开始做了吗？怎么还要签字啊？这个不是肠胃镜的签字，您别紧张啊，我给您说明一下。妈！儿子，妈！儿子，妈在外边呢啊！妈，是不是疼啊？忍忍，一会儿就好了哈。妈妈在门口呢。妈，妈，哎，儿子，是哪儿不舒服吗？我现在肠胃还是有点不舒服。哎呦，这都2天了，还这么难受。哎呀，实在不行，咱得去趟医院。哎，不用不用，妈，你得再帮我请个假，至少得再帮我请2天，我得休息休息。哦，请假请假，我妈妈现在就去帮你请假啊，打电话。嗯。哦。哎呦，哎呀，你到底是啥病呀？我没病，我就是装的，就为让我妈给我多请几天的假。那咋能请这么多天假呀？那我也去做个检查呗，多划算呀！哎呀，我跟你说，你可别做啊，太遭罪了。我装病这事儿谁都不能说，小娃胡子都不能说。我必须得好好巩固我家庭地位了，必须得让我爹妈好好重视我一下，啊！先不跟你说了，不用担心我啊，挂了。好。就目前来看，检察机关没有对袁山青进行批准逮捕，就说明他们对袁山青的这个故意杀人行为的界定还存在着有一定的疑义。这几天呢，我也和他们充分的进行了沟通，我认为袁山青的行为更偏向于正当防卫的要求。哎呀，妥了。哎呀，你看看，是不是这隔行如隔山啊？专业的事还得是专业人干，正经大律师啊，那这打赢老了那个官司了，那都。没有没有，不是我厉害，是检察机关，他们侦查缜密。不，还是您功不可没，金律师。不瞒您说啊，这些日子，这是我们听到唯一一个好消息，真的，就这高兴的我，这腿都感觉这有感觉了。爷，那你走2步呢？鹏飞，你这感谢一下啊！哦，对，那个感谢啊，金律师，这孩子有希望。说实话，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都是应该的。那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你吃点饭再走呗？不吃了啊？不吃了，不吃了。后面有消息的话，那个我到时候再跟你们联系。哎，行，那我送你。好，金律师，我这腿我就不送您了。不用，来着吧。慢走啊！好，慢走。咱们这个有凭后补啊。咋了？啊？不是，这孩子挺开心、挺高兴的事，你咋不开心呀？不是我挺开心的。
鹏飞，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呢？是我这腰椎和这腿又出现啥问题了？不是你的事儿。这都妥了啊，稳妥了啊。哎呀，我还回来干啥？我也得走了。哎，不，哎，大海，那个，不是这样，你先坐着，坐着啊。什么？我这有事儿呢。我刚才看你眼神不对，怎的了？鹏飞啊，咱可都是自己人啊！有啥话你就直说，行不？我求你了。你这样来，鹏飞啊，你跟我说啊，这个山青的事不已经解决了吗？又怎的了？不是山青的事儿，是你儿子李四啊，他咋了？大海，李四那个报告出来了。肠胃镜的报告啊？那检测啥了？李四呢，之前去做了一个肠胃镜的检查，然后肠子上呢发现了点问题，就切片做了个活检。当时玲玲在，玲玲她给签的那个字，那咋没人告诉我呢？那到底这最后啥结果呢？现在这个医生初步怀疑啊，怀疑啥呀？当然这个还得是几个医生，他们还得。陈鹏飞，你跟我磨叽啥呀？这啥他能是个啥？肠癌。我呀，站在那个中医院里，放声大哭。
我终于对着大海放声喊。